小女孩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，老师却夸赞她的字写得像大人。没人知道马美的身体里面其实住着一个33岁的灵魂，她上一世是因为车祸去世的，这一世她带着记忆重新开始了。阎王跟她说必须积攒够阴德才能下一世转世为人，不然就得变成食蚁兽。所以这一世她特别遵规守矩。在婴儿时期她没提前学说话，10个月大时才开始说话和走路，等到了幼儿园她才渐渐崭露头角。她还记得前世的事，老师和一个男人关系很密切，后来同学林奈突然改姓并搬家，老师也在那时消失了，意味着他们私底下有了些事，结果导致了林奈父母的离婚，老师也因此丢了工作。为了阻止这场悲剧，马美试图转移老师的注意力，但时间长了看来这招不管用，因为他们一旦交换了联系方式，他就挡不住了。幸好老师没立刻看那纸条，而是先放进了抽屉里。马美尾随到办公室偷偷溜了进去，纸条上果然写的是联系方式，不能直接丢掉，但他可以替换，只要换成一些普通的问候就好。不过写号码的那个男的几天内如果没收到回应，肯定会觉得奇怪，他如果追问可能还会再给次机会，所以关键是得阻止那个男的行动。这时候马美突然想起这个时代还没有普及手机，应该是用的呼机，前世的闺蜜曾经教过她如何使用，现在她只需要列出要说的数字，晚上再偷偷打电话，但如果从家里打会留下记录，所以她只能用公共电话。跨着小小的步伐，马美想起妹妹说过公园前有电话亭，但因为够不着，只好用旁边的书来垫脚。她正准备拨号，这才发现公用电话需要投币，那她要怎么找钱呢？万能的妹妹曾经提过，爸爸会在鞋子里藏私房钱。马美在爸爸的鞋柜里翻出了一些零钱，她又一次前往公园，这次她投了币，第一步拨打了纸条上男人的号码，成功的联系到了传呼台，接着输入自己的数字信息，消息就这样发出去了。现在她只需回家等待结果，但不巧遇到了巡逻的便衣警察，要是被逮到就解释不清了。马美赶紧跑开，躲开了视线，可是在街角又看到了警车，她赶紧钻进旁边一辆车的底下，幸好她瘦小没被发现，这一来一去真是累坏了，回家一头钻进被窝就睡了。第二天那男人来找林奈时行为很端正，和老师几乎没什么交流，老师都觉得挺奇怪的，从此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没再缩短。马美发的那条呼机信息是一条略带威胁的警告，林奈和老师最终没能走到一起，马美这件事也积累了不少阴德。回到家后看到电视上的食蚁兽，他还是心有余悸。那时阎王给了他2个选项，要么重生为人，要么变成翻蚁兽，他当然选择了重生做人。本以为会彻底改变命运，结果人生剧本几乎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小学知识对他来说轻而易举，上一世丢弃的同学录，这一世他一定要好好保留。到了初中，马美开始有了叛逆期，看爸爸越来越不顺眼，夹菜时都忍不住想发火。他以为转生后不会有这些问题，但身体的反应完全控制不了，上一世自己的行为伤了亲人，这一世他决心要忍耐，但不知怎地还是忍不住火大。这种烦躁全因他观察的太多，所以他尽量避免直视。这份厌烦不只针对父母，还有老师。看老师在全班面前批评同学，马美决定是时候教老师一课了，告诉他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但老师却说这是大家的责任，还要大家写检查。也因为自己的疏忽，游戏机又被没收了。更关心的是恋爱这档事，上次暗恋的那个男生，这次却完全提不起兴趣。上一世喜欢的是年轻小伙，这一世却偏爱成熟大叔。小学时的学习优势，初中后逐渐被人超越，初3时排在全校前10左右。虽然比上一世成绩好，但高中还是选了同一所女校，毕竟都快30了，没力气再建新的社交圈。高中的恋爱问题更加突出，班上只要有人谈恋爱，就成了八卦的焦点，甚至演变成新闻发布会。分手的消息也是在这公开。3年后，马美还是选择了同一所大学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她挑战了更难的6年制药学院，成功考入，这是她职业规划的重大转变。上一世大学时交了个男友，从大一到毕业一直持续6年，最后因对方赌博成性而分手，那借出的5万块也没了踪影。幸运的是，这次换了专业，不会有交集，但她还是挂念那5万块。闺蜜学会开车后，她们尝试开车去远处吃饭，或者开车2小时去市区抓娃娃。虽然上一世也做过这些，但每次体验都觉得很开心。第2次参加成人礼，不良少年上台闹场被抓，过程还是一如既往，早上特意打扮的花里胡哨，就为了这一刻，真是佩服自己。成人礼后，马美参加了初中同学会，当年暗恋的那个男神现在也黯淡无光了，恐怕就是因为早知道他会变得不如意，所以这一轮就没那么着迷了。还有那个怀揣明星梦的小福，想都没想到自己10年后会是个店员。第一世的我还觉得他唱的挺好，现在听听也就那么回事。同学们都起哄说他能成名，让小福越发得意忘形，甚至还大言不惭要改变音乐界。想起上一世闺蜜聊到小福的时候，都是随便起哄的，
成心那是更不可能的事。但回到现在，我得阻止这场悲剧吗？让他及早回头，免得将来苦日子。30多岁不用那么辛苦，还可以攒点阴德。但怎么开这个口呢？纠结了好一阵，马美按下了暂停键。他对小福说：“追梦是好的，但人有时候得认清自己。”在众人尴尬的目光中，马美直言大家的夸奖都是假的。小福唱得不错，但水平也就局限在他们几个人之间，距离专业差得远。他还对大家说：“真心支持就别盲目吹捧。”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，或许等他唱完再说吧。听着他的歌，马美突然想到小福离婚后的新生活，还有那个匆忙的婚礼。如果自己阻止他，他就不会遇到他的第二任妻子，孩子也就不会有。老实说，这不是个好结果。如果就这样不去阻止，按照过去的轨迹生活，也许这段经历也不算坏。将来他的孩子长大了，也许会知道，爸爸年轻时也为梦想努力过。毕业后，马美顺利成为了药剂师，因为学习努力，顺利通过了国家考试，但还需进行4周的培训，然后才能在指定药局工作。药局离家只需20分钟路程，每天早上8点45上班。药店开门采用轮班制，一进店就得把所有机器启动，然后补充药品库存，9点准时开门营业。首先要提交处方单，药剂师依据处方挑选药品放入篮子，经过监督员检查无误后交给患者，接着来结账，最后把谈话内容记下来归档，这样一个流程才算完整。有的患者等不及检查就走了，但上一世我是公务员，处理这种事情我很在行。下班后，马美去商场买衣服，巧的是赠品正是爸爸想要的按摩仪，正好拿来当做爸爸的生日礼物。就在这时，他偶遇了那个不怎么喜欢的初中老师，纠结着要不要上前打招呼。这时一位女士指控他骚扰，那男人急忙辩解，事态越演越烈，已经引起了众怒。上一世因为得罪了某人而辞职，这一世可能因此失业。他改坐电车上下班，正好碰到了这一幕。其实老师是无辜的，虽然以前很讨厌他，但事情没那么严重，所以他站出来作证，把无意中录到的视频给了工作人员。首恶之人竟是上一世的上司，因为这次事件被解雇，老师被救后特意来访。他老婆刚好怀孕，如果没有马美，他就没法洗清冤屈，所以非得送份大礼不可，还把以前没收的游戏机还给了马美，说是看到马美才想起来的。这是10年后的首次启动，上一世那个烂赌的穷男友，这一世没和他在一起，竟然变成了年收入10亿的企业家。和上一世相比，他从公务员转做了药剂师，正是因为懂药，才发现外公混用的药有问题。上一世对病情恶化感到迷惑，这一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。到了33岁这年，他们又一次来到这里聚餐，不过这次有点不同，上一世还是陌生人的林奈，这次竟然主动过来打招呼。多亏了幼儿园阻止了他爸犯下的错误。林奈提到最近交了个男朋友，男友是个药剂师，名叫宫本。马美一看就傻眼了，这不是他的同事吗？而且这男的还是已婚的。看着林奈幸福的模样，马美实在开不了口，她不懂林奈为什么总是陷入这种关系。这个话题就这么过去了。马美和闺蜜们决定去唱歌，因为没干扰小福的人生，所以她和上一世一样，还是唱歌店员。上一世小福送了他们薯条，结果被大家埋怨吃不下，这次马美就装作吃得很饱的样子，拼命暗示自己吃不下了。小福端东西进来的那一刻，马美看明白了，就兴奋地跳起舞。太好了，这次送的是果汁。吃完后，马美严肃地和大家讨论林奈的事，提到男方已婚，大家都震惊了。而且从那男的生活习惯看，林奈应该还不知情。为了尽快告诉林奈真相，马美从小福那里要来了他的电话，约他半小时后来包厢见面。在等待期间，他们讨论该怎么开口，因为不确定林奈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可能会大闹一场，或者选择无视继续见面。想到林奈之前幸福的样子，可能会纠缠不清，到头来他们可能反而被怪。但不论结果如何，他们决定先排练一下，让小夏扮演林奈。闺蜜们没想到她这么坚决，就让她演得更难缠些，否则太简单了。小夏再次扮演林奈，这次加入了更多劝分的话。唱歌环节也很关键，绝对不能放情歌，得选点振奋人心的，比如来点劲爆的 fight 歌曲。林奈一来，大家随便聊了聊天，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马美才开始说正事。林奈一听确实很震惊，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伤心，直接气冲冲地开始打电话，然后他们就狂欢到几乎失声。走之前他们还去买了夜宵。林奈说那个老男人老叫他宝宝，恋爱时他没觉得怎样，分手后感觉特别恶心。上一世马美是因为捡纸巾被车撞，这一世纸巾落在林奈手里，所以车只是慢慢的开过去了，生活又回归平静。但那个渣男同事异常的第一个开门，他以前宁愿在车里等也不愿意开门，不会是良心发现了吧？但每次想到他喊宝宝都难受。中午马美打算找个面馆吃面，路边的拍戏吸引了马美，一个不小心，这是马美再一次上天堂了。如之前的流程一样，先填写生辰八字。马美抱怨说上次也是33岁死的，这是不是早就安排好的呀？那男的说他就是。
在这个年龄段容易死。每个人都有个基础死亡年龄段，非自然死亡，比如意外或疾病，会按年龄段分配。马美在30到40岁死亡率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过了这段时间，后面可能真的能长寿。马美希望这一世能活过去，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世这么努力，还是变成了她常吃的鱼。那男的解释说，投胎成人只是人类观念，要看积累的阴德。这一世马美积德还算多，所以比食蚁兽好些，但还是可以选择再来一次，那不就可以无限重生直到满意吗？实际上并不是这样，重生次数也是个秘密，所以说不定下次就是最后一次。这样马美第3世就开始了。小时候还是挺无聊的，开始上幼儿园，还得处理林奈爸爸和老师之间的事，用的还是上一世的那套呼叫战术，盯着盘子里的蜻蜓鱼。马美不屑地撇了撇嘴，不过这一世有些不同，她去了电视台工作，前男友又一次向她表白。上一世里，男友失去她后成了年入10亿的企业家，所以这一次的表白，马美二话没说就接受了。相隔62年后的复合，跟第一世恋爱时一样，两人相处很舒服。为了这次不让他变坏，马美严禁他去小钢珠店，严禁任何赌博行为。表面上他答应了，但实际上却整天逃课。马美这天去查岗，门口垃圾堆成山，室内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男友只顾着玩游戏，还嫌他管得太宽。马美在后面收拾垃圾，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管教他。没想到不久后竟被甩了，他付出比第一世还多，结果受的打击更大。原本就是冲着年入10亿去的，第3次参加成年礼，黄毛的猖狂依旧被制止。第3次参加同学聚会，小福还是一般般的唱功，大家聊他将来能不能成明星。小福的人生不需要改变，所以他就大力鼓励了。大学毕业后，马美选择了电视台工作，他觉得电视剧能给人带来快乐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积累阴德。因为工作近，他搬到东京独居。第一份工作基本上是打杂，他得制作歌词的大字报，偶尔还要充当灯光替身，辛苦程度很高，我感觉可以积攒不少阴德。在此之后，他被调到戏剧团队，第一部电视剧是《Woman》，他担任现场制片助理，负责照顾演员，并确保现场顺畅运行。凭借前世公务员和药剂师的经验，马美在同事中表现出色，工作也不觉得枯燥。从制片的视角重新审视曾看过的剧，学习的同时感到新奇。杀青时快乐多于疲惫，满满的成就感。运气好还能和演员成为好友，为将来成为制片人扩展人脉。杀青后是工作人员的假期，这时可以回家和闺蜜聚聚，释放压力。2年之后，马美被分到自己一直喜欢的剧集，有著名制作人掌舵，大家都全力以赴想让剧火起来。只有马美很淡定，因为她早已知道这剧会大火，可说是赶上了顺风车。开拍2个月后，妹妹小瑶提醒她爸爸生日快到了，这让马美想到第2世的老师也是这时候被冤枉，现在他要救还是不救呢？他现在在东京上班，晚上还要拍戏，按理来说根本没空，何况他当班主任时很讨厌，今天这也算是命。尽管他很讨厌，但也挺可怜的。我前年结了婚，我太太现在怀孕了。经过一番犹豫，马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如果能提前完成拍摄，他就能抽出时间赶到车站。一场戏要拍7个回合，目前已经拍到第5个。提前和化妆师约好，让道具人员做好准备，收拾好现场，照顾好群演，再告诉大家晚饭等拍完再吃，确保部门间无缝衔接。大家都愿意提前完成工作，所以配合得非常好，连续快速的进场，拍摄进度大幅提前。可是下一个场景的人遇到了路上堵车，这样堵下去肯定会耽误时间。幸好有位同事对那条路很熟，走小路就能避开堵车。最终多亏了团队的协作努力，大家都提前3小时下班，多出来的时间用来给爸爸买礼物。老师之前是在北熊谷上车的，加上时间段很容易判断他会坐哪辆车，所以马美只需提前在车站等人。等待时遇到了小福的妻子，妻子抱怨丈夫为梦想浪费时间，不愿意要孩子，生活很累。这样的话题让马美感到尴尬，她还在等老师，所以以不方便为由推迟了约会。这时老师也到了，马美尽力拖延时间，甚至邀请他喝咖啡，但他以忙为由拒绝了。马美不放弃，陪他一起上了车。在车上，他把老师带到人少的地方，尽量远离事发地点。最终真凶被抓，避免了老师被冤枉的情节。解决老师的问题后，马美把生日礼物亲自交到爸爸手上，这让全家都很感动和惊讶。惊讶他从东京回来只为送礼，回城时家人都陪他一起。第3世的女人交往过的巨婴男友，5年后竟然变成了年收9亿的企业家，但其实在前世他年入10亿。第2世因为做过药剂师，所以在相同的时期，提醒外公不要混用药物，阻止了病情恶化，延长了寿命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上一世被渣男欺骗的林奈，第2世作为男人的同事，容易解决问题，这一世直接说可能有点牵强。幸好距离被骗还有4年，只要阻止他们相遇，就没后来的事了。
但怎么才能在邂逅的那天碰到他呢？上一世小福有他的联系方式，只要找个朋友问到他的号码就行。但问了一圈，啥也没找到。看着电视里自己上一世差点变成了金鱼，马美决定直接开车去。开了2小时到小福的工作地点，但不巧，小福今天没上班，直接要手机号，人家肯定不给。拜托同事打电话，对方没接，这一趟白忙活了。回家后，他试着联系小福的前妻，假装不知道他们已离婚，尴尬的在想要不要问小福。但意外的是，他知道林奈的联系方式，很快他就联系上了林奈，聊了聊往事。马美提议4月1日出来吃饭，但林奈说那天有事，拒绝了。没办法，只能那天去店里守候，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到。马美点了份面条，边吃边等，但面条太好吃，很快就吃完了，空着手坐在那显然不行，所以他又点了杯饮料。正当他拿到饮料时，林奈终于到了，一眼就看到了打招呼的马美，热情的准备请他吃饭。马美不得不坦白已经吃了不少，如果再请会花很多钱，但林奈坚持要请，还给他看了公司的花絮，透露自己在管理官方账号。马美心不在焉的聊着，眼睛不时瞄向最后一点小菜。可惜的是，那男人还是注意到了林奈，这么近认出来是难免的，只要不让他们交换联系方式就好。但在去接水的间隙，林奈已经离开。马美第2天去了药店，果然那男人在等人开门。自我介绍之后，马美坐上了副驾驶座，清楚地表明林奈是个好女孩，希望她能过得幸福，暗示她不要对林奈采取行动。男人心虚地说自己没有那个意思，但马美直截了当，直接指出他已经结婚了，还提到他手上的戒指，昨天交换号码时还特意摘下来。进入电视台工作第5年，马美被分到了卖房子的剧组。在这之前，公司有个规定，演员开拍前要站在中间，挨个听工作人员介绍自己，不管记不记得住，这大概算是种仪式。在拍摄期间，马美和一位女演员关系很好，当别人以为她在装熟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早就私下里吃过饭了。到了公司的第7年，马美终于有机会当制作人了，这需要说服公司内部和编剧，老少男女全力以赴。顺利通过后，开始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，拍了一部关于重启人生的剧。但因为他的人生太平淡，被编剧吐槽需要加点刺激。看着讨论越来越像狗血剧，马美作为原型有点崩溃。她不止要和编剧讨论剧本，还得提前联系美术组，还有经纪公司的经纪人以及排程人员，商量哪一集要延长多少分钟。与此同时，宣传部也要计算花费，还有剧中使用的版权问题。总之，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会议。如果遇到低级别艺人来推销，内心还特别烦躁。这女人只是在等红绿灯，就被迎面来的卡车撞死。更荒谬的是，这已经是她第3次因车祸去世了。她不甘心地冲向天堂的服务台，抱怨自己才29岁就死了，这和生死簿上的平均死亡年龄不符。但男人说这纯属概率问题，任何年龄去世都是有可能的。马美只好接受命运。她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看一集自己刚拍完的电视剧，毕竟她花了超过1年的时间来筹备和拍摄，还找来了同学小福来当替身演员。今晚本来是要和闺蜜们边看剧边吃零食的夜晚，谁知道下一秒就升天了。她期待已久的剧集啊，这是她的心血。于是她开始问起电视剧的各种问题，比如每集多长，总共有多少集。马美还以为她终于回心转意，谁知道得到的答案却是不行啊。马美无奈的准备再次投胎，可这次她的投胎对象竟然是……马美完全傻眼了。上一世她那么努力，最后成了制作人，这一世竟然变成了食物，还是那种被人吃掉的食物。唯一的好处就是离家近了点，但想到自己可能因为被吃而死，然后像海胆一样蹦蹦跳跳的来这里，马美简直无法接受。男人说他还可以再重生一次，这让马美松了口气，原来自己还有重生的机会，和之前一样，直接向右走就行，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。但马美觉得有点头疼，不能从中途开始吗？每次都从0岁开始实在太累了。就这样，马美开始了她的第4世人生。婴儿时期，她就开始思考，既然普通的生活不能投胎成人，这一世她得做点不一样的事，得积累更多的阴德。首先阻止小朋友们摘花，然后教同学要懂得分享，接下来是解决棘手的老师问题。这次她决定改变策略，不再偷偷威胁，而是直接和老师坦白说。马美说她刚收到的小纸条上写着联系方式，女人一看确实是联系方式，她当场就把小纸条撕碎了，然后扔进了垃圾桶。马美满意的离开了。第2天，当那男人在试图接近她时，这次老师非常理性，只是跟小朋友说了再见，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，林奈没有搬走。第4次进入小学，马美仍然保持着捡垃圾的好习惯，因为前几世她都是依靠成年人的智慧来安于现状。这次她决定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，把所有玩耍的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。但这么做的代价是和曾经的好闺蜜关系变得疏远。她在学校里超前学习，但她觉得不能就这样失去友谊，所以告诉妈妈她要去图书馆，却独自去了曾与朋友交换贴纸的地方。
他请求重新加入他们。收到肯定答复后，马美松了口气，看来友情还能挽回。马美的成绩让他们羡慕，但也带来了些许疏远和客气，达不到那种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。毕业后，马美以优等生的身份考入了县内最好的重点高中，在这里她依旧是年级第一。3年后，马美考入国立大学的医学院，她在这里继续努力学习。虽然租的房子比上一世更小，但只要住得舒适就好。2年后，马美参加了成人礼，虽然和过去的闺蜜渐行渐远，感到些许失落，但她知道人总要向前看。大学毕业后，马美获得了医师执照。她在完成2年临床研究后进入研究所，她立志成为一名研究医师。这个领域能解开许多未为人知的医学现象，如果成功的话，能对未来的医学界做出贡献，这也能积累大量的阴德。研究所毕业后，马美在30岁成为了研究员，每天8点半开始上班，下班时间不固定，实验室没有严格的着装要求，甚至可以穿拖鞋上班。工作环境很独立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实验，虽然实验常常不尽人意，需要不断尝试才能让实验成功，对于心神不定的人来说很容易崩溃。但对于马美，她有过公务员、药师、制作人诸多社会经验的过来人，甚至经历过死亡，所以这点耐心对她来说不算什么。而且实验室里有公用的显微镜，大家看事的角度各不相同，所以每次得调整焦距和光圈，这真是让人烦躁。她通常会在下午1点和学姐一起吃饭，饭后就继续回实验室。上班时间不固定，有人6点就下班，有人则熬夜加班，而马美通常在这两者之间下班，回家做饭时也不忘研究。这样专心研究了3年，虽然没什么大成果，但他还是坚持不懈的研究。当然，他之前也完成了不少事。他还记得上一世老师被冤枉的事，这次他打算借机和同学聊天，延长和老师的谈话时间。就这样错过了那趟会出事的电车。搞定这件事后，接下来要和妹妹去看望外公。车上妹妹感到有点委屈，毕竟有个出色的姐姐，自己再努力也难得到赞扬。幸好他们是个有爱的家庭，妹妹的压力也随之减少。马美研究的是癌症，所以劝外公换药还算顺利。林奈被已婚男欺骗的事情接踵而至，不料因疏忽让他们互换了联系方式，没办法，只得再次面对当事人。在一个周日，妹妹带她男友回家，爸爸紧张地穿得很正式，没想到对方只是来装柜子。日子又回到研究的常态，他时不时会想，这些微生物病毒在前世是否也曾是人类？埋头研究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马美这一世活到了35岁，虽然还没有重大发现，但这5年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发表了好几篇论文。不久，妹妹就结婚了，对象正是那个修柜子的男生。马美已经经历了4个轮回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妹妹结婚，这让她感慨颇深。在老家的这段时间，马美和真理约了个茶叙，聊天中真理突然变得认真起来。这一回，她选择成为飞行员，目的是为了阻止1年后将会发生的朋友们的空难。这听起来很伟大，其实在第一世里，她只是个大专生。她和许多叛逆的女孩一样混过高中，幸运的是，她有3个如亲姐妹般的闺蜜，虽然她们不同校，每个月还是能见2-3次。她和小福有过一段恋情，也经历过被背叛。从专科学院毕业后，真理找到了一份幼儿园老师的工作，她体会到了意想不到的辛苦，但这份工作让她感到很有成就感。每年生日时，闺蜜们会一起送她一个贵重的礼物，这让她又好笑又感动。不幸的是，不久后2个闺蜜遭遇了空难，几乎是零概率的遭遇了卫星残骸，4人组变成了2人组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这一世真理活到了62岁，马美的寿命比62岁还要长。真理去世后也去了投胎办事处，她的下一世是一只被食蚁兽吃掉的白蚁。第2世的真理决定以救朋友为主，但仅仅阻止朋友登机，飞机上的其他人不也照样遭难吗？这样做肯定会损失很多阴德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她决定成为那架飞机的飞行员。要成为飞行员，她必须努力学习，这导致她在第2世错过了和闺蜜们成为好朋友的机会。她放弃了所有娱乐活动，将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，在别人眼中成了个高冷的学霸。原本的4人组因为少了她，所以33岁的马美在没她的情况下遭遇车祸去世了。自此，她一直深感自责，由于过度的愧疚而病死。飞机照常起飞，朋友们再次遭遇空难。第3世的真理仍选择重生为飞行员，为了救马美，特地去了那家超市。这次有林奈在，马美保留了前世的记忆，所以这次她避开了车祸。但不久后因一次骑车走神，马美还是出了车祸。这一次她还是没能救下2个好友，因为飞行员不能挑选航班，都是被安排到哪就去哪。后来她也不幸出了车祸去世。第4世的真理还是选择了当飞行员，结果这一世她也是因为车祸去世。有人告诉她30多岁最容易遇难，马美的情况也一样，他俩的命运似乎很相似，只不过马美现在是第4世，而真理已经是第5世了。这一次他和排班员搞好了关系，确保自己能开那架将出事的飞机。飞机明年就要起飞，他们俩后来一起去拍了大头贴。
就像是临别前的快乐时光。第二天，马美回到了日常的研究工作，但她没想到厄运来得这么快。只1个月后，她就接到真理飞机失事的消息。所谓的明年起飞，只是为了不让她担心的谎言。马美约了小福等人参加葬礼。那天，他们做了整整1夜。自那以后，马美更加刻苦的研究。3年后，她在下班路上遇见了第1轮的同事，对方告诉她已经重生了80，依然在做公务员。因为她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所以每一世都选择相同的生活，从穿的衣服到交的朋友都没变过。第4世的马美到了39岁，依然每天埋头于研究。然而在某天回家的路上，完成了常规的填表程序后，那个男人立刻安排他左转直接投胎。这样马美迎来了第5世的生活。最终这一世的生活不再以投胎成人和积累阴德为目标，不是为了下辈子，而是为了让这一生更美好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纯粹的善意，希望让别人生活得更幸福。这一世马美的目标是和闺蜜一起成为飞行员。如果她打算在29岁时成为机长，那她不仅成绩要优异，还要保持良好的体能。所以在日复一日的锻炼和苦读中，马美稳定保持着全校第1的成绩，闺蜜一直是她的第2班。毕业后，马美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，这里她仍是年级第1。3年过后，马美被国立大学的工学院录取。她不仅在学校认真上课，放学后还常和闺蜜一起讨论学习问题。2年后，马美参加了成人礼，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微生物被带走，感觉有点落寞，所以她决定更加珍惜每次的同学聚会。大学期间，马美申请了航空学院，笔试对她来说相对简单，关键是体检，需要测量身高体重等基本指标，还要检测视力、色觉、听力和平衡感等。接下来是飞行模拟器的测试，在有经验的闺蜜指导下，这些操作她小学时就已经掌握。最后进行面试，面试的人和真理上一世相同，记住每个面试官的喜好，轻松回答所有问题，顺利被航空学院录取。开学第1天唱校歌，这首歌她在小学时就唱过很多次，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宿舍规矩，比如进门前要敲门等获得允许，尝试找到学姐感兴趣的话题，在学姐休息时上床要小心轻放，拉窗帘时也要特别小心，这些在初中时就已经学过。马美通常7点半吃早餐，这里的沙拉可以无限量取用，但不能加碗，茶只能倒1次，不许续杯。当然你可以一次性倒多杯，这就看你有多大胆了，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。学院8点半开始上课，对马美来说这些都只是复习，毕竟她从小学就开始画飞行图。航空学院有一套专用术语，紧接着是飞行训练，这是马美第1次真正的飞行，和在家玩模拟游戏完全不同，亲自驾驶和玩游戏大不相同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变成鸟的感觉？飞行中教官还会提问，准确回答就视为通过考试。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后，马美开始准备就职考试，这时候能搭上关系就不要错过，比如找老乡或者同校毕业的优势。大学毕业之后，马美和真理一起进入了日本捷空航空公司工作，她始终没忘记每一世的任务，机会来了就借机与同学聊天，故意延长与老师的谈话时间，让他错过那趟会出事的电车，还得陪老爸庆祝生日，提醒祖父不要混用药物，直接揭穿那个欺骗林奈的坏男人。28岁时，他们参加了为期半年的机长晋升训练，29岁时顺利成为了机长。这一切都多亏了真理的帮助和指导，他们还一起登上了杂志封面。在公司里成名后，到处受到热情招呼，嘴上说麻烦，心里其实挺高兴。马美突然想起前世作为研究医生发表的那篇论文救了不少人，她担心这些人这一世是否得不到救助，为此她特地去食堂等候学姐。作为外人，她在想怎么开口。绞尽脑汁后，她查看手机发现关于细菌的那篇论文几年前就已经发表了，这意味着她上一世其实拖了后腿。工作阶段积累经验最为关键，还要和审查人员保持良好关系，对方有什么要求，马美都尽量满足。到了35岁，妹妹小瑶的婚礼也如期举行，距离另外2位闺蜜的空难还有2个月，她们提前联系排班人员调换班次，希望那天能让2人一起飞行。之前积累的好人缘现在派上用场，一切都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某个假日，他们在广场遇到了街头艺人小福，今天是他最后一次街头演唱，以后他要认真工作了。马美和真理都感到非常欣慰，准备听完最后一曲再离开，但演唱到一半时被城管带走了。马美激动得差点哭出来，因为原本的2人闺蜜其实是4人组，是因为学业原因导致了和另2人的疏远，所以她真的很想和他们。把之前的客气话都说清楚后，环境顿时轻松了不少。4个人像过去一样畅所欲言，这是100年来的重聚。对马美来说，这是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，好像填补了之前的空白。虽然还没亲密到叫对方昵称，但首要任务是先度过即将到来的空难。然而在空难前3周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排班人员告诉他无法调班，因为对方是个地位很高的机长。上次真理驾驶的那次飞机事故，就是因为那位固执的机长不愿改变航线，马美亲自去请求也没有用，他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了。
这时，真理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想要对他下毒，但这么做可能会被警察抓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正当马美在等待中村机长准备下手的时候，一位空姐走过来跟他打招呼。正是这位空姐即将帮助马美大忙。马美意识到，她竟然是自己第一世的同事河口小姐，这已经是她的第9次轮回。原来在第8世，她听了马美的建议，这一世她想尝试新的生活。后来偶然看到马美成为机长的新闻，因此她选择了和马美同一家航空公司。河口开始跟马美抱怨最近遇到的一些奇葩事。原来昨天中村特意吩咐他要特别照顾今天航班上的一位女士。出于好奇，他私下里调查了一下，发现那位女士竟是中村机长的情人。怪不得中村死活不肯换班，虽然这和他无关，但他最讨厌这种事。一怒之下，他匿名给中村的妻子打了电话。结果今天中村被取消了飞行资格。马美听后都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一旦确认中村被取消资格，马美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，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果然，紧接着他就接到了937航班的飞行任务，这可能是他170年生命中最精彩的一刻。马美夸张的反应把河口弄得一头雾水。很快，两人作为正副驾驶登上了飞机。这次他们终于可以更改航线，从而避开了太空垃圾，最后就下了飞机上所有人。下飞机时，两人更是兴奋不已。他们看到夏姬和美宝在等着他们，原来他们一听到广播就认出了两人的声音，看来他们的默契依旧。之后他们一起去吃饭，当两人的大头贴拼在一起时，四人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放学后的那个时光。那时充满稚嫩和纯真的岁月，几世人生，他们第一次这么开心。完成任务1年后，两人一起辞职回到了家乡，因为这里本就是他们的归属。他们渐渐开始穿回第一世的衣服，穿着象征平静与简朴的棕色系，工作也和第一世差不多。李玲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后来四人每月聚会2次，几乎和第一世一样，只是这一世，小福不再是 KTV 的服务员了，而是成为了 KTV 的经理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他们请来了当年的老同学，一是为了重聚，二是帮小福提升业绩。小福依旧热爱唱歌，不同的是，现在唱歌只是他的一个爱好。人生或许就是这样，成功和名声都只是暂时的，平淡才是长久的旋律。就这样，四人一起走过了58年。此时他们都已经90多岁，但依旧像以前一样快乐，常常笑容满面，就像回到了几百年前的那个下午。多年以后，马美的妹妹发现有4只鸽子一起出现在家对面。